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哥。现在我还在豫南北宁，现在在北宁这里待了有差不多20多天了。本来早都想回去的，计划前一段时间都回去的，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回去。没回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在这里一直谈恋爱呢，所以就没有回去了，在这边谈了这么一段时间啊。也相处了几个对象，目前来说感觉还没有合适的，还没有太合适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目前来说相处的这几个对象，都没有适合结婚的，所以我在这里可能也待不了多久的。接下来的话可能要尽快回去的。前几天，然后跟这2个越南女孩子，去吃了个火锅。吃了火锅以后，然后加了他们的联系方式，然后聊聊有好几天了，但是感觉不太合适啊。然后跟他们吃火锅的视频，我拍了以后也没有发，一直没发，就是今天早上才发的。我现在在这边认识的这些不会说中国话的，一点都没办法交流，实在没法交流。有个别会说中国话的，但是感觉要求很高，没办法谈恋爱。吃火锅的这2个女孩子基本上都不会说中国话。你看，我们吃火锅几乎都没办法交流，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口才也不行，本来也不太会说话，所以再加上语言不通，我就感觉更没办法交流了。所以后来吃完火锅以后，我就加了她的这个联系方式，然后一直在聊嘛，聊到这几天以后，我感觉还是不太适合。然后昨天的时候，他一直发信息，说让我借给他350万越南盾，然后他要回家嘛，他要回老家去，让我给他350万，然后我没有给他嘛，我就拒绝了，我没有给他。他说如果不借给他钱的话，然后就不要跟他联系了。今天开始的话，我就不跟他联系了。我在越南这边遇到的很多越南女孩子，她们都喜欢借钱，也没谈多长时间啊，她们就借钱。这一点让我真的很头痛啊，真的很头痛，特别头痛。我现在在越南待了这快1个月了啊，我感觉越南女孩子真的很多人喜欢借钱，一借都是几百万越南盾，多的话也不算太多，一般情况下就是人民币1-2000，1000左右。少的话也不算少，反正就这样。你要是不借给他的话，他基本上就不跟你联系的。借的话，我估计都是有借无回，我是这样感觉的，肯定都是有借无回，所以我也没有借给他们。跟他们吃火锅，也没有共同的语言，也不知道说啥呢，也不知道聊啥，反正跟他们吃火锅几乎全程也没什么交流。然后聊了这几天呢，前2天他一直让我请他吃烤肉。请他吃烧烤，我没有请。挂台风那2天，他说，让我帮他买那个食物嘛，买食物，然后筹备着过台风呢。当时我也没给他买，因为我感觉都不太靠谱啊。认识几天，他就让买这个买那个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。我现在在这里，我都没有信心了。在越南这边我真的没有信心了，我感觉想在这边结婚的话很难的，太难了，几乎不可能。然后昨天他让我借他350万，我没有借给他，现在今天的话也不理我了，我也没有理他了。所以我觉得在越南这边找老婆找不到，很难的，真的很难的，我都不想找了，真的不想找了。现在的情况就是大家不要来越南这边找老婆的，我觉得来了也是白跑，来了也是白花钱，找不到，真的找不到。因为现在越南这边经济也发展了，越南这边女孩子也比较现实，现在就是要求也比较高，我感觉能真正愿意跟你谈恋爱的很少，能真的踏踏实实的过日子的女孩子很少。现在我就是感觉不靠谱的女孩子很多。我来现在待了这么长时间，反正很多女孩子她跟你相处一段时间，她都是要么叫你
买摩托车，要么让你买手机，要么叫你交房租，要么让你发红包，让你请吃饭买东西，要么就是向你借钱，反正各种各样的借口，动不动就是他要过生日，要么就是你家里亲戚又生病了，让你拿钱，让你给他钱，反正就是找很多借口问你要钱。你说你给还是不给？你给的估计都是有去无回，你不给的话他就不理你了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越南这边找老婆很难的，找不到。其实找到的我感觉不靠谱的很多，靠谱的很少，我感觉大部分都不靠谱。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没必要来越南找老婆的，真的，来了也是白花钱白跑。我再待一段时间，我有可能都要回去的。我现在来越南北京这里，20多天了，我算了一下也花了好几千块钱了，现在也没什么收获，一点收获都没有的。我在这里住的这个旅馆一天是20万，差不多就是60块人民币，然后在这里吃饭，在这里玩，然后在这里各种各样的消费反正20多天也有大几千块钱了。我觉得在这里的话花钱也是挺快的，花钱很快，所以我就说不想待了，感觉没必要在这待了。再一个，我在这里现在也直播不了，我在这里视频的话收益也不高，收益也很低，在这里基本上也挣不了什么钱，每天开销还是蛮大的，所以我感觉在这里待不住了，在这里待不下去了，要回去的。待在这里的话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钱，没必要待了。我自己没有找到，我觉得可能跟我自己性格，也有一定的关系。再一个就是越南这边的话不靠谱的女孩子也很多，因为你在这里没有生意做，你在这里没有这个工作，所以很多人他也不相信你，他一看你在这里什么都没有的，他就不想踏实的去跟你谈恋爱，他也就想从你身上搞点钱。如果你在这里有生意，有体面的工作的话，他们觉得在你身上，能看到希望，有利可图，他有可能会老老实实的跟你去谈恋爱去相处。他一看你在这里什么都没有的，所以他就想从你身上然后就是搞点钱。反正现在越南这边不靠谱的女孩子很多我觉得在这里是浪费钱，想在这里结婚很难，想在这里找个老婆的话也很难，找不到。所以接下来的话，我可能要回去了。我这2天嘴巴很痛，嘴巴痛的不得了。我来越南这段时间老是上火，老是这个嘴巴痛，不知道怎么回事来了这段时间，要么就是拉肚子，要么就是上火，反正身体一直老是感觉不是很舒服，所以我有点不想待了。很多网友说是你找老婆你应该去山里面，你不应该到这种工业区或者是大城市，你到那种山区偏远的山区、穷的山区去。我想说的是，现在越南跟咱们中国一样，已经工业化了，就是农村已经空心化了，农村的话就只剩一些老年人和小孩了，年轻人都出来打工了。越南农村的话几乎没什么年轻人了，年轻人跟咱们中国一样，都是到城里面打工了，挣钱的，没有人在农村待在农村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，没法出来打工的，所以你去农村也不行，你去农村又没有公交车，你又没有摩托车，去农村的话你交通又不便，再一个就是农村现在又没有年轻人，跑农村也不行，跑农村也是白跑，所以我就一直在城市里面待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吧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过几天的话，有可能准备回去了。我这个人口才不是很行，口才不好，我讲话的话不太会讲话，
我拍视频的话，就是一个人坐在这边自言自语的，还可以讲一点，还可以聊一点。我如果跟别人去对话的话，我感觉就不行了。我跟别人对话的话，我就不会聊了，我就不会拍了。所以我很多视频都是拍的自己一个人讲话的。跟别人对话，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短板。我跟别人对话聊着，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，没话去说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聊这里，就不说了吧，说多了有点太啰嗦了。大家拜拜。